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表达。第一个表达是相处的很融洽。当你想说你和某个人相处的很好，那么你就可以说相处的很融洽。比如我可以说我和我的家人相处的很融洽，表示我们在一起很快乐啊，我们很少发生矛盾，相处的很融洽。我也可以说我和我的同事相处的很融洽，表示你们在一起很少发生矛盾，你们交流的非常顺利。或者你可以说我和我的同学相处的很融洽，同学们都很喜欢你，你也很喜欢你的同学，相处的很融洽。接下来我们要学的这个词叫做社交。社交，社是表示社会，交其实是表示交朋友、交往，交朋友、认识新的朋友、交往。社交其实指的是你在社会中认识新的朋友。社交，你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吗？什么是善于社交的人呢？善于社交的人是不害怕和陌生人交朋友，他们很容易和别人聊天啊，他们觉得和别人聊天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，善于社交。但也有可能你觉得自己不善于社交，比如我就觉得我不善于社交，为什么呢？我见到陌生人的时候，我会紧张，我不知道该聊些什么，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善于社交的人。说起来非常有意思，因为我的朋友呢，常常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善于社交的人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你觉得我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呢？他们说你这么爱说话，你肯定是一个善于社交的人。但其实不是的。当我在新的环境中认识新的朋友的时候，我其实是非常容易紧张的人。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，什么时候说话，什么时候不说话，该怎么站着，该怎么坐着。我是一个很容易紧张的人，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不善于社交，甚至不喜欢社交的人。比如，我会觉得社交是件很麻烦的事情，有时候要和别人一起聚会。聚会是什么意思呢？聚就是把大家都聚在一起，很多人在一起的意思。会面、见面，聚会，大家在一起聚会。聚会都做什么呢？聚会的时候，有可能你们一起开 party， 有一个 party， 有一个聚会，也有可能一起吃饭，也有可能一起去什么地方玩参加各种体育活动，聚会。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聚会。我相信，如果你不喜欢聚会的话，你更喜欢独处。有的人喜欢独处，独的意思就是一个，不是两个，不是三个，是一个独。处，相处的处，相处的处。独处是和谁相处呢？和自己相处，自己一个人待着。所以当你想说我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我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，你也可以说我喜欢独处。没错，我喜欢独处，我喜欢一个人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或者给大家拍视频。这是我独处的时候做的事情。我喜欢独处。为什么喜欢独处呢？有的朋友非常喜欢社交，非常喜欢聚会，他们不理解为什么你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一个人待着多无聊啊！我有朋友这样问，难道是性格孤僻？性格，前几期课程我们学习了性格开朗，是一个爱笑、爱说话，带给大家快乐的人，性格开朗。可是这里呢，性格孤僻，性格孤僻，孤其实有 lonely 的意思，孤僻。孤僻两个字放在一起，表示一个人喜欢一个人待着，不愿意和别人说话，不愿意和别人相处。孤僻
你看这里有一幅图，看上去这3个孩子聊得很开心，可是有一个孩子他一个人待着，他也不和别人说话，他也不愿意和别人交流，不愿意和别人交朋友，可能大家会觉得他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，他不喜欢跟别人在一起，喜欢一个人待着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如果你喜欢独处，不喜欢聚会，你就是一个性格孤僻的人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我认为独处其实可以给自己带来很多的快乐，可以给自己带来非常多的快乐，还有能量。对我来说，独处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。当我休息好了，学习好了，再去和别人社交我会很享受。可是如果我一直去和别人社交，去参加聚会，我会觉得我被掏空了，我什么都不剩下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喜欢社交、不喜欢聚会的一个原因。我相信肯定有一些朋友喜欢独处，但不是性格孤僻，而且他们其实很喜欢聊天。怎么样聊天呢？他们喜欢有深入的对话。你看，对话，你说话，我说话，两个人在聊天，我们在对话。那深入的对话其实指的是就一个问题，你们聊得很深，一起聊，一直聊，聊得很深，在想为什么，怎么做，聊得很深入。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有一个深入的对话。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如果你是参加聚会的话，因为你要和很多人同时聊天，你没有办法就一个话题聊得很深入，可能一会儿聊天气，一会儿聊衣服，一会儿聊购物，一会儿聊别的事情你要不停地变话题。可是呢，当你和一个人安静地坐下来，好好的聊天的时候，你们可以聊一些很重要的话题，比如怎么和孩子相处怎么和父母相处，怎么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好，怎么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，怎么提高自己的学习能力，还有世界到底怎么了，我们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好。这都是需要时间，需要耐心来进行有深入的对话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词汇，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词汇。第一个词汇是我们和某个人相处的很融洽，相处的很好，相处的很融洽。有的时候呢，我们不得不去社交社交就是你到社会当中去交朋友去认识朋友，和朋友在一起社交。有的人在这方面做得很好，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们善于社交。很多时候社交是需要去参加聚会的，什么聚会？同学聚会、同事聚会、朋友聚会，各种各样的聚会。第四个，有的人不喜欢参加聚会，也不太喜欢社交，那么他们喜欢干什么呢？他们喜欢独处，一个人待着，他们喜欢独处。第五个，喜欢独处，不喜欢社交的人，真的是性格孤僻吗？我不这么认为性格孤僻，你认识性格孤僻的人吗？性格孤僻。第六个，为什么有的人不喜欢参加聚会，但是很喜欢交朋友，很喜欢和朋友在一起聊天？你和我一起聊天，因为他们可以有深入的对话，也就是可以把一个话题聊得很深入的对话。